在那组照片发出来的一瞬间，没有人知道一枚小小的戒指会在接下来的几十个小时里把整个中文互联网炸得彻底沸腾。镜头里，张凌赫穿着一身黑色双排扣长款西装，戴着墨镜，胸前别着一枚精致的胸针。他站在那里，不说一个字，光是气场就已经把所有人定在原地。但你们注意到了吗？在那只修长的手上有一枚戒指，就是那枚戒指让无数粉丝在深夜截图、放大、比对，最后集体发出了一个问题：张凌赫，这枚戒指到底是谁给你的？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件事，聊这枚戒指，聊它背后牵扯出的那个名字，以及一段从结仇到相杀，从相杀到默契的故事。主角是张凌赫和田曦薇。很多人认识张凌赫是从某一部剧里那个清冷的眼神开始的，但其实他的路走得并不算平坦。1997年12月30日，张凌赫出生在江苏无锡，189厘米的身高，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2020年，他凭借第一部作品《少女大人》进入大众视野，彼时他不过是一个潜力新人，很多人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写。然后是一步一步地熬，《苍兰诀》里的长恒仙君，《宁安如梦》里的谢薇，《杜华年》里的裴文轩，每一个角色他都在用细节说话，那种清冷里带着暗涌的气质，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叫他于 quote 清冷男神于 quote， 开始记住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但真正让他坐稳一线的是2026年的竹玉。竹玉的对手戏搭档是田曦薇。如果你不了解田曦薇，我只需要说一件事，你就会明白她在内娱的地位。她被网友封为与 quote 玄学中心与 quote。 每一次她接了新剧，对面的男主角都会在开播前后掀起一场恋情风波，没有例外。青青日常是白敬亭，子夜归是徐凯，然后轮到张凌赫，一模一样的剧情，一模一样的节奏。竹玉开播前，网络上已经开始有人问了，这次会是张凌赫吗？但你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两个之间本来有一条谁都不该越过的线。这条线不是他们画的，是两个人的经纪人画的。故事要从2017年说起。那一年，内娱发生了一件不算大，但影响深远的事：海棠经与胭脂透的番位之争。张凌赫的经纪人徐以若和田曦薇的经纪人龚玉涵就在那次争执里结下了深仇。根据坊间流传的说法，徐以若认为龚玉涵在幕后动了手脚，把番位悄悄换掉，从此两个团队成了内娱公认的死对头。接下来将近9年，双方团队互发黑稿，截胡资源，彼此绊脚。然后偏偏是这样的两个团队被竹玉剧组硬生生撮合在了一起。为了控制局面，剧组给两人设了一堆规矩，红毯上背对背站位，不得同框，拍摄期间有专门的接触限制条款，甚至连吻戏都被悄悄删掉了。网友后来调侃与 quote 两个经纪人多对视一眼都可能被雪藏。与 quote， 如果你觉得故事到这里是一个压抑的职场政治剧，那你就太低估这两位演员了。如果你也觉得这段恩怨比任何剧本都精彩，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张凌赫和田曦薇没有理会那些规矩。竹玉的片场里，张凌赫抬手捏了田曦薇的脸，轻轻挑起她的下巴，那不是剧本写的，那是他们即兴发挥的。战损戏里，他突然脱口而出与 quote 我杀猪养你与 quote， 把对方逗到笑场。两人在综艺里用与 quote 大鹏展翅式与 quote 比心，弄得全场哄堂大笑。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地绕过了经纪人的禁令，又精准地击中了观众的心。2026年3月，剧组在横店为竹玉双平台破万办了一场庆功活动。张凌赫穿着黑色西装，田曦薇佩戴碎花王冠和白色蕾丝头纱，两人身高相差22厘米。那一天拍的写真，后来被剪成了一段与 quote 头纱转场与 quote 视频，前半段是戏外的两人，花瓣逆光，海风吹过，张凌赫轻轻握住他的手臂，低头吻了他的手背，然后画面无缝切入剧中的雪地救赎，背后抱，
腰围只有68厘米。视频发出来，评论区当时就炸了。与 quote 田作之鹤与 quote 超话的粉丝从1万涨到了50万。然后就是那枚戒指。就在张凌赫那组黑西装写真发出来之后，有粉丝放大了他手上那枚戒指和田曦薇此前在某次活动里戴过的一枚配饰做了对比。某种角度、某种光线下，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也许只是巧合，也许不是。网上的讨论迅速分成了两派，一边是拿着截图反复比对，坚定认为这是情侣配饰的 CP 粉，另一边是冷静分析的时尚博主。他们指出，明星写真里的所有配饰几乎全部由品牌赞助或造型师按照概念配置，和演员的私生活没有半分关系。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你们猜怎么着？无论最终谁对谁错，这枚戒指在那2天里让这组写真的浏览量翻了不止3倍。评论区告诉我，你支持哪个版本的解释？这就是张凌赫的媒体磁场，一枚造型戒指就能把互联网搅动成这个样子。而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的逻辑在运作。我们来谈一个问题，为什么与 quote 田作之鹤与 quote 这个 CP 能在经纪人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依然火成这样？如果只是2个好看的人站在一起，内娱这样的组合每个月都有。真正让人停不下来的是那9年的恩怨。没有人会想到2个团队斗了将近10年，结果是2位演员自己用一场场即兴的甜蜜，把所有恩怨变成了笑料。田曦薇在直播里笑着说与 quote 包括我们的经纪人都蛮有缘分与 quote。 张凌赫在镜头里瞪大眼睛错愕反问。那一刻2个人的团队背了多少年的黑锅，全都在那1秒钟被化解成了梗。那条视频当天阅读量破亿，这是2个情商很高的人用专业态度直面了一场本不该有解法的困局。然后还有田曦薇的那个与 quote 玄学与 quote， 每次他的剧都伴随着男主的恋爱新闻。爆料人刘大锤明确说过，张凌赫和田曦薇与 quote 谈不了一点与 quote， 所有互动都是营业，2人团队管控严格，私下仅限同事关系。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但真相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观众相信什么，观众想要相信什么。那9年的积怨，那些被删掉的吻戏，那枚被放大了无数遍的戒指，他们共同构成的不是一段恋情，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内娱不会主动提供，但观众会自己拼凑出来的故事。所以3件事。第一件事，张凌赫的媒体张力已经不需要靠绯闻来证明了。一枚写真里的配饰戒指能让互联网自发讨论几10个小时，这种流量不是买来的，是观众自愿给的。从2020年无人问津的新人，到一枚戒指引爆全网，他用了6年。6年里没有任何丑闻，没有任何翻车，靠的全是作品和那双清冷里藏着温度的眼睛。第二件事，田曦薇和他的与 quote 玄学与 quote 不是偶然，他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他会让对手戏伙伴进入一种真实的状态，那些即兴的甜蜜，那些剧本之外的细节都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他是那种会把与 quote 工业糖精与 quote 变成真实情感的演员，这才是他真正的影响力。第3件事也是最重要的，那枚戒指到底是什么？也许是品牌配置，也许是造型师的概念，也许只是巧合。但我想说的是，在那组照片里，张凌赫握着那枚戒指站在镜头前，眼神沉静，嘴角压着，像是知道有人在看，又像是根本不在意。那一刻，他不需要解释任何东西，因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人，他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你觉得那枚戒指背后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